清晨6点，月潮市场的人流就开始涌动。这个潮州城内最大的海鲜市场，仿佛海洋生物的陆地之家，各色生猛海鲜汇聚一处，等待被人拣选。5年来，叶建波每天都会准点来到这里。这个地方要饱满一点，也要看它的颜色是老不老。它颜色比较深一点，老的螃蟹就比较好吃。叶建波从厨30多年，海鲜的挑选工作从不假手于人。叶师傅工作的粥店门脸极小，但因口碑极佳，哪怕是受到疫情冲击，店里也是客流不断。64岁的叶师傅每天5点半起床，7点多到店。开工前，他必须抓紧时间打个盹儿。就要一个粥是吗？对。好的。比起节假日每天700人左右的客流，今天的午市说不上忙碌，后厨有条不紊地接单出菜。店里所有的海鲜早上进货啊、加工啊、腌虾、腌蟹都是我负责的，这个是我的天地。现在我处理这个蟹是要做那个虾蟹粥。今天挑的螃蟹膏就是这么把。我再空开好。浸泡了2小时的东北大米下入香浓骨汤，3分无火煲滚，7分文火煲透，还要不停搅拌，防止米粥糊底。当粥底变得鲜香奶白，就是当季虾蟹入场的号令。现点现煮的虾蟹遇到粥水，即刻变得更加鲜甜。这一锅绵稠的海鲜砂锅粥，不知暖了多少潮州人的胃。传统鸡粥内加入韧鲍鱼，再调入南瓜糜，增加甜润的口感。网红粥品金汤鲍鱼粥就成了。随便舀起一勺，扎实的配料充斥眼前，热气腾腾又豪气十足的粥品就这样在小店 C 位出道了。虽说粥品是小店的主角儿，但老叶煮里的潮式生腌也绝不示弱，甚至可以说是镇店之宝。生腌海鲜，它看似黑暗料理，实则鲜美无比，素有潮汕毒药之称，是海鲜的极致吃法，令人欲罢不能。生腌海鲜的做法并非潮汕人发明，最早可以追溯到宋朝，潮州人万物皆可腌，可以说对生腌的喜爱到了狂熱的程度。好，那个逼啊！在店主林志强看来，生腌没有定法。虽说在潮州，腌制的海鲜吃的就是生鲜，但味儿则各有各的绝活。为了适应现代人的口味，林志强调整了传统腌料。配方主要是我们老板的配方，他有秘方，就我一个人知道。几十年的老朋友啊，都像兄弟一样的。40年了，你有。2位老友终于在5年前开始共事，多年友谊形成的信任与默契，让林志强把秘而不宣的配方交到了叶建波的手上。洗净的鲜活膏蟹放入容器，等待他们的是10余种精选腌料。香辛料需要提前拍松，破坏紧致的结构，才能让其在腌制过程中充分释放香味物质。倒入特制腌汁没过膏蟹，再加入3种高度酒，放入冷库，72小时后便可开始享用了。在香辛料和腌汁的作用下，
蟹肉的蛋白质发生变性，黄色的蟹膏变成金红色。潮州人吃腌蟹，切件讲究块块见膏，只需轻轻一吮，丝滑柔嫩的膏体紧致软糯的蟹肉便可在口中释放出最鲜美的风暴。4个字：真材实料。每天这些食材都是靠叶师傅，他这一关给我把紧了，变的柱子，大柱子，是吧？那老板看得起。一旦吃过生腌咸蟹，所有煮熟的菜肴将变得索然无味，上菜的次序自然也是生腌最后压阵。客人对叶建波出品的生腌欲罢不能，这种认可让他也倍感鞭策，哪怕年过花甲，依然日夜辛劳，凭借一双巧手，对盘中之餐孜孜以求。彭向荣被称为潮州餐饮圈的第一帅厨，做着全潮州第一个用铁板烧来烹调潮菜的料理店。今天是徒弟们的表演时间，一大早他便来到了店里。大家好，今天考核的菜都准备好了没有？在准备。好，没问题吧？当然没问题。 OK。今天考核的第一道菜就是桂花炒素翅。这道传统潮菜用铁板做，最难的就是把握火候以及铲子的操控。桂花炒素翅，煎的时候刮铲一定要用力，就是贴着那个铁板，用力的铲上来，它才不会粘锅。难度比较高一点，能够炒出这样已经不错了。 食不厌精的炒菜，向来讲究精细和做工。优质原材料的选择，更是一道佳肴的核心保障。彭向荣会亲自去寻求当季的食材来调整菜单。60公里外的浙林镇是饶平县渔业生产大镇，渔业资源丰富。 此时的燕母蟹正是膏黄肉肥的时候。啊，给你聊我嘛，对焦来，快。好呀，同我好回来。好，来有我来。哦。啊，咱伊无可以就計下叫厝兩可以，就伊個後邊啊，咱就來找伊有把加上豆有球，伊就有夠杯，我知就好。而家明天係高市啊，你都從阿爸啊。 這條子要盡呀！係自在呵，自在，我叫你食飯。好嘅。回到廚房，彭向荣開始獨自研發新菜式，用當季的燕母蟹做一道水晶蟹肉球，這是借鑑了傳統冬瓜白玉卷的做法。不過難度升級。 把它做成16球的造型，而最考验功夫的就是如何处理外皮，需要选用本地的大冬瓜，把冬瓜片成同等大小的1毫米厚度。飞水的过程不能太熟，也不能太深，太深了太硬更不好定型，太熟的话很容易烂掉，所以这个飞水的时候很重要。 另一边，蒸熟后的燕母蟹拆肉备用。热锅下油，用白蛋清拉油。拉油的温度大概控制在80度到100度之间，让这个蛋白水分不要流失，才能保持这个蛋清它本身的鲜味。锅里加入高汤及调味。 加入蟹和鸡蛋清，搅拌均匀。冬瓜肉滑，用片好的冬瓜肉做外皮，包裹蟹肉馅料是个精细活。稍微不慎，外皮就会破开。
最后用芹菜封口，隔水蒸3分钟。软嫩清新的冬瓜包裹着鲜甜的蟹肉，不油不腻，相得益彰。下一道菜，也是极花功夫和心思的菜式，借鉴传统猪脚冻的做法。厌倦了大盆菜造型，彭向荣觉得做成石头形状更能吸引眼球。猪皮熬煮40分钟后，加入煮好的上汤及酱汁调味，搅拌至汤汁粘稠，放入冰箱冷冻。这道菜最难的就是石头外表的制作，用墨鱼汁熬制的汤汁烧开，加入烤干的香菜碎，用来表现石头的亮黑色。汤汁温度必须降至30度左右。整整2个小时，猪皮冻凝结成型。彭向荣最享受的就是食物造型，就是这个外皮这个姜温度控制一定要控制得好。温度太高的话，挂不上姜；温度太低的话，这个姜就挂得太厚，外皮就不够光滑。经过10几道工序的制作，一道疯狂的石头就完成了。胶质满满，看似坚硬的石头，实则入口弹牙，特别的搭配制造出难以名状的口感。厨师的工作有趣又累人。做了30年炒菜的彭向荣，厌倦了传统的老派做法，对研发新菜式很是热衷，喜欢从不同角度去改造传统炒菜，常像做实验一样研究食材的搭配及菜式的造型，也很享受这个漫长而费功夫的过程。在外地读书的儿子回来了，彭向荣总会做几道他钟爱的潮州菜。儿子独爱一种奇特的水果，果形圆大，果皮光滑，成熟时呈赤黄色，初品苦涩，久而回甘，其独特的口感让人回味无穷。汤威啊，喂，也去油柑，我成日找个有好嘅油柑，真正叫咩个？这就叫做凉珠，我食试喏。你试看。这个袂毛咧。吃皮比这个要再好的，这个就叫做吃皮，你吃看。甘甘甜甜。该汤甲排骨汤最好啊。回到家里，彭向荣开始忙活起来。酸涩的油甘是煲汤的利器，鹧鸪与油甘焖煮，鹧鸪细嫩，油甘微酸，滋养补虚，开胃化痰。粉肠最怕腥，与油甘一起焖煮，去腥解腻，甘甜可口。猪颈肉整块白灼，蘸上秘制酱油，鲜香肉嫩，入口即化。做法简单，火候讲究，最能体现食材的本味，这也是炒菜的魅力之处。来，好，开始。我油甘就比較有清口，一定咧要甘，清口回甘。被油烟熏了30年的彭向荣，依然像当年那个18岁刚入行的小伙子一样，帅气不改，激情不变，在掌勺的小小空间里，保持着对美食的好奇和探索，在炒菜的创新上走出了自己的风格。